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，常常忽略这里，但实际上，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——阿尔泰山。阿尔泰山，生命的襁褓，文明的驿站。极致的自然环境，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、古老的群落，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。史前的河，远古的海，数百万年堆积的沙气，沙气中遗世独立的物种，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。林中的雾，山顶的风，喧嚣的河谷，寂静的雪国，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，离尘世很远。触手可及的星空下，未曾被开化的原野，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，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。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，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，周而复始，千年不变。9月下旬，气温骤降，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。山谷地形，冷空气不易扩散，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。喀纳斯，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、神秘莫测，或峡谷中的湖。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，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。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，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气堰塞湖——喀纳斯湖。湖水最深处达188.5米，蓄水量达53.8亿立方米。湖泊涵养水源，哪怕一个水头，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，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。顺河而下，河的两岸是林海，墨绿、葱绿、碧绿，
不同的绿明暗变化，呈现出复杂的纵深。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，给1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。有一峰下，西伯利亚云杉、西伯利亚冷杉、西伯利亚红松、落叶松和白桦、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。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。茂密的泰加林下，灌木生长争先恐后，由低到高，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。马鹿、棕熊、雪豹、幼科动物隐没林间，奋力生长。炊烟和牧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。刚挤出的奶汁过滤，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。在乳酸菌的作用下，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。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。醍醐加热，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。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，晒干，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4季的美食——奶疙瘩。人间烟火之上，就是阿尔泰山。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，其中1/4在中国境内。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，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。阿尔泰山南望，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，就是中国第2大盆地——准噶尔盆地。每一座高峰下，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。春季，冰河解冻。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，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、澎湃。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2大水系，额尔齐斯河、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。
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，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。漫长的地质演变，高山变成峡谷，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。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，湖光映衬山色，森林、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。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，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，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。天地循环，周而复始。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，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。喀纳斯、禾木、白哈巴，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。就是这独有的纯净，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。山前的阳坡，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纳仁草原。这里是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的取景地。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，让故事变成现实。你读完2章之后就觉得哇，这不就是白哈巴吗？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，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。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，在白哈巴村取景，我就觉得梦想照进现实了。阿尔泰山，文明的转折点之一。数千年前，在这里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。曾经的森林记忆，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。芒达勒溪，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，在草茎上打3个孔，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。空旷辽远的笛声，不仅将你带回远古，还将你带回童年。在童话般的木屋中，
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。远古的星空下，围绕篝火，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。这些原始的线条、神秘的符号，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。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，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。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，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。暮春时节，阿尔泰山东段，空气依然干冷、清冽。苍穹之下，3个海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。海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，大小不等10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。它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。考古发现，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。如此遥远的时代，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，建造者的财富、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，从何而来呢？苍茫中，垂天而立的路石，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。破解秘密的钥匙，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，额尔齐斯河边。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，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，文明的火种被点燃。通天洞，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。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，让考古学家兴奋。拂去历史尘埃，碳化的大麦、粟米的种子，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，显示5000多年前，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。谷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。天地之间，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。转场是1000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。
砖场中，每一处峡谷，每一处水源，每一块草地，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。信马由缰，是永远的天地牧土。楚瓦马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，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。越过这里，前路一片坦途。从这里前往下牧场，大约要走300多公里。夏季，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，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。在气候多变的峡谷，牧民需要靠着经验躲避风险。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。迁徙路上，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。无论是过垭口，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，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。整个夏季，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。这种轮牧方式，如同河流定期改道，已延续了1000年。森林结束的地方，准噶尔盆地铺陈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。这是阿勒泰地区的毛细血管处，即使在最末端处，也有它的澎湃张力。准噶尔盆地中央，一望无际的沙垄覆盖了面积相当于台湾省1倍多的土地。这里是中国第2大沙漠——古尔班通古特沙漠。旱生植物在沙漠中坚守，它们演化出蜡状的外表，用来抵御炙烤蒸发。作为中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，数亿年前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还是海洋。水体蒸发后，侏罗纪、白垩纪时代的古海地质沉积，经过风蚀水切，
造就了如今沟壑密布、陡崖林立的雅丹地貌。五彩城经历了亿万年的地质演变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风蚀残丘。大自然格外垂青这里，丰富的地理信息在这里呈现。没有经过刀耕火种的人类改造，保持了地球更早的模样。准噶尔盆地东部，便是中国最大的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。保护区因卡拉麦里山得名。蒙古野驴是保护区里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，它们以家族群居的方式生存于此。同样群居的鹅喉羚，遇到危险时，会以将近60公里的时速逃离。准噶尔野马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野马种群。19世纪末，野马濒临灭亡，它的行踪成为传说。1876年，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准噶尔盆地发现并捕获野马，运回欧洲。人们将这匹野马称为普氏野马。1985年，一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。野马棕黄的毛色让它更容易隐身荒漠。宽大的嘴型适合咀嚼荒漠地带的植物。即便饮水，依旧留下站岗的哨兵，这是野马警惕的习性。每天，在相对固定的水源饮水，野马借此宣示主权。荒漠深处，野马的发情期悄然来临。为争夺交配权，争斗不可避免。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，今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氏野马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。
阿勒泰的秋天再次从河流开始。山峰下蜿蜒曲折的，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——额尔齐斯河。冰雪融水注满了河道，大河奔流，穿过可可托海的岩石山，一路向北到达北极圈。未知的远方，永远激发人们探险的渴望。上万年时光中，在渴望的感召下，人们一次又一次开始额尔齐斯河的漂流。我出生在额尔齐斯河的源头。在小的时候呢，我会顺着这条河时常的想，在那座大山的背后是什么？而这条大河的尽头又会是什么样的？也许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中吧，这条河不断地激发了我，我也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想象，我决定要顺河而下。一条河带给人一生的好奇与探索。大山大河藏不住人类的想象与好奇。额尔齐斯河上，从不乏孤勇者的身影。大河北上，穿越万里。在路上的时候，你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俄罗斯人，当然还有汉特人，有曼西人，有涅涅茨人。那么你和每个人相遇，然后交流，你都感觉好像是上天注定给你安排的这样一个故事。而且我碰到每个人，我基本上会让他们说一句“你好，中国”。你好，中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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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越阿尔泰山南麓，平静的套查干湖被群山环抱。这里是乌伦古河的源头之一。乌伦古河两岸是蒙辛河狸的世居之地。河狸被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。当它频繁出入巢穴，大量储食时，乌伦古河的秋天降临了。发源于阿尔泰山，沿准噶尔盆地北缘，乌伦古河一路穿山越岭，浩浩荡荡向西奔去，最终汇入面积约1035平方公里的乌伦古湖。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伫立在入湖口，丰实的雅丹地貌在湖水的环绕下，呈现出冷峻而壮观的轮廓，宛若一座城堡，守护着乌伦古湖。乌伦古湖又称福海，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。湖中盛产银鱼、河鲈、白斑狗鱼等10几种鱼类，是新疆重要的产鱼区之一。
我从夕阳临近傍晚的时候就在等，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。等到蓝调的时刻，我看到天边的星星越来越明显。蓝调过后，我就开始期待，今天晚上到底会不会出现极光。周边一切安静到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跟快门的声音，但我的内心却一直在汹涌澎湃，希望即将出现的极光能打破这个阿勒泰的夜晚。星汉下，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天鹅绒幕布，起初如轻纱般飘渺，渐渐的又如波涛般汹涌。极光点燃了阿勒泰的梦境。极光与星空的相遇，是宇宙赋予阿勒泰珍贵的礼物。在这里，寂静能让你听到自己的心跳，见到未曾被霓虹玷污的星空。这样的梦境，到底在诉说着什么呢？尘世的喧嚣与纷扰，渐渐远去。10月，阿勒泰即将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世界。大雪封山前，护林员进行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巡山，从喀纳斯湖到人迹罕至的白湖，完成一个来回的巡查。这是深藏在阿尔泰山隐秘处的阿克库勒湖，湖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白色的光泽，当地人称白湖。白色的雪，白色的湖，水墨色的山，风雪即将封印喀纳斯。耶尔森和他的队友暂别了泰加林有一峰，雪跟着就下来了。Таң атар шолпан туып сызылғандай көзіңнің мөлдірін-ай өзіңге тамылжытып сала берген көңілім сені ойлап бұзылғандай көзіңнің мөлдірін-ай Қоландай жүрек майда жалай бар мекен бізде。阿勒泰在哈萨克语里有雪的一半的含义。在喀纳斯，春夏秋都是匆匆过客，7个月的漫长冬天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1米厚的积雪将禾木村封印在山谷中。冰河上蒸腾的水汽，形成神奇的景观——雾凇。雾凇下，
是滑雪者眼中的雪中极品——粉雪。粉雪又称干砾雪，因为凝固核较小，雪粒结实饱满，富有弹性。优质的粉雪资源是阿勒泰的宝藏，它吸引滑雪人将目标锁定大山、野雪。雪原上跳动的火焰，就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鹅喉羚。威胁迫近时，鹅喉羚会迅速集群，跃动奔跑，远离危险。鹅喉羚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，数量已超过1万只。庞大的种群是速度与激情的生命底色。普什野马长出了厚密的绒毛，抵御寒冬。2001年，野马实现野放。如今，这里的普什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了600匹。和野马一起壮大的，还有国家1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。辽阔的雪原为将近4000匹野驴提供了驰骋的空间。原始的物种、蛮荒的环境，让人们暂时告别文明，学会欣赏野性之美。漫长冬日，大自然虽然吝啬，但骆驼凭借浓密的绒毛、宽广的食谱，坚韧地生存在阿勒泰的寒冬。清晨9点。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苏醒，爬犁载着渔民踏雪寻鱼。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中，他们即将开始乌伦古湖东捕。打眼，下网，1000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，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。在1年中最冷的季节，渔民在乌伦古湖要连续捕捞2个月左右。靠水吃水，靠山吃山。山水的馈赠，让人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，
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。大雪封山，蒙古族图瓦人的交通工具由雪橇换成了毛皮滑雪板。大约1.2万年前，这样的交通工具就已经穿行在泰加林间。环境虽然严酷，但是毛皮滑雪板带来的速度，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在林间也能像马上一样自由。清澈的雪原将简单质朴的生活包裹在群山之间。喀纳斯或许是人类最后一片净土，它的存在证明人类过去拥有无比美好的栖息地。阿尔泰山野雪公园，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，冰雪覆盖的阿勒泰，在这里美丽的宛如童话。纯真的美，简单的快乐，肆无忌惮、不用内卷的生活，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。回到这里，仿佛就回到了人类的净土。